大家好，今天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啊，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被外界高度关注的中共四中全会今天落幕，正像我之前对中共的这个会那个会的态度一样啊，看它风起风去，也像我对中共的态度一样。无论他自己怎么折腾，谁上台谁落台，最终都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大结局。10月23号，被网民们观望了、猜测了、听风了，也几乎被玩坏了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经过了4天的黑箱闭门作业，终于结束了。一开门，也许是几天都没敢开窗户，一股腐朽的僵尸味儿是扑面而来。我估计啊，一下熏晕了那些躲在门外站着、蹲着、趴着听风的一众的海内外吃瓜群众。中共四中全会公报在结束的当天就出来了，估计啊，与大家的预期相差甚远啊，因为公报的一开头就再次强调了习思想的指导地位，说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说，至少从公报中看，习近平仍然是核心。习近平的军委主席、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名号也都还在。看了看新的人事安排啊，什么胡春华呀、汪洋之类的传说，也就只能留在传说里了。唯一有一点啊有说头的，就是中共军委呢增补了张生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取代了被拿下的那个何卫东的位置。中共中央军委本来是由7人组成，但在这次四中全会之前，李尚福、苗华和何卫东先后落马，如今的中央军委一共就只剩下4个人了，被外界戏称啊是3个老板外加1个打工的，分别是军委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又侠、张生民，唯一的一位委员是军委的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这次四中全会没有增补任何的政治局的委员，而是递补了11名中央候补委员会的委员，几乎啊，原本可以晋升的那些解放军的将领都被精准的跳过，无一人晋级。另外呢，就是之前被开除党籍军籍的那9位何卫东等9位上将，在公告中呢被确认了罪行成立。四中全会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168人，候补的中央委员呢147人，出席率只有82%。而军委中的委员的缺席率却高达63%，创下了中共文革以来的全会出席人数的新低。缺了这么多委员啊，难道是组团披哥浪姐去乘风破浪了吗？这么一搞，本次中共推出的四中破浪综艺节目只推出了这么一个演技一般但却一直按下杀手的披哥张生民。张生民作为新晋的军委副主席，其实一直干的活啊，就是只有共产党军队里面才有的和军事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政工干部。早年在兰州军区政治部任职，从那个时候起就在干所谓的纪律检查的脏活。因为呢，他的陕西籍的这个背景和习近平这个陕西人脉呢，就有了天然的联系。2010年中期，习近平是大力推动军队的反腐，张生民就凭借着他的纪检的背景，被提拔进了中央军委纪委的核心，参与审查了像前总参谋长房峰辉、前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等大案。他还是肃清那2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余毒的
主要的执行官，因为做刀把子有功，2018年他晋升为上将。不过，也有人认为张生民出身在火箭军，长期在军委纪委中当权，刚刚呢又拿下了习近平亲自提拔的9位上将，应该是属于张又侠的人马。在我看来啊，什么习近平人马、张又侠人马，只要不是那个登高而呼推翻中共的，那他就都属于共产党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张生民能上位，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在中共黑帮中砍人有功，而且现在高层砍人的活还没完，还需要他这把带血的刀。至于四中全会重点审议的所谓“十五五”规划，中共一上来就提出了勇于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种说法，等于是明着就告诉中国人民，船太破了，但转不了头了，不得不一头扎进惊涛骇浪里面。大家乱叫也没用啊，麻溜的勒紧裤腰带，和党绑在一起，咱们再浪一把。天气变化时节，身体最需要保养，可以考虑普瑞堂的选宝黑参。选宝黑参有2种产品，一种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参，真空包装，送礼体面；另外一种是口服液。2种产品的原料都是用韩国产的6年根的高丽参，再经过传统古法酿造而成。很多用过选宝黑参的朋友都体会到黑参补充体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电视下方的链接，或者是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然后输入给我们观众的专用优惠码，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普瑞堂的产品，还可以获赠1根选宝黑参的原根。这几天啊，在俄乌战争的调停上，川普像是个进了游乐园又上了过山车的孩子，一会儿上是一会儿下，搞得大家都一惊一乍的。之前要和泽连斯基见面，但见面前呢，却又和普京打了一通电话，表示他们2个人会在匈牙利首都再见面。但这刚过了2天啊，川普又翻脸了。周二，川普突然公开表示说，和普京的会面纯属于浪费时间，因为俄罗斯死抱着要人家乌克兰领土的野心，这个和平协议啊根本就没戏。因此，川普决定取消原定在布达佩斯和普京的会谈。川普之所以生这么大的气，估计是因为当天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应该是卢比奥发现了俄罗斯根本没有诚意，是想再玩一次阿拉斯加式的游戏。但川普是个他自己上过山车就属于娱乐方式，但别人要想骗他上去，这性质可就变了。于是乎，川普那里刚说了一句是时候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了，紧接着美国财政部就动了真格。10月22号宣布对俄罗斯的2家主要石油公司实施制裁，要求普京立即同意停火。这可是川普上台之后真正的大动作，对准的呢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财政部长贝森特直言说，这是美国迄今对俄实施的最大规模的制裁方案，目的是回应俄方持续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更不寻常的是啊，贝森特还呼吁欧洲的7大工业国、澳洲再加上加拿大等和美国一起强力制裁俄罗斯。那么具体来说呢，这次美国制裁的2大公司，一个呢是俄罗斯石油公司，另外一个就是卢克石油公司。其中啊，俄罗斯石油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国有能源公司，而这个卢克石油则是俄罗斯的
第二大能源公司，它的子公司和生产线是遍布了全球超过40个国家。这两家公司同时又都和中共国有密切的合作。美国的全面制裁将直接涵盖几十家的子公司，包括了炼油厂、矿业公司、物流和技术中心。这些公司在美国的所有的财产和资产都被冻结。更重要的是任何与之合作的公司和个人也将自动的受到2级制裁。这意味着谁敢碰俄罗斯的这2家公司和相关的子公司，就等着被美国制裁吧。这一刀下去是直接砍向了俄罗斯40%的预算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这波制裁一旦落实，对本来在战争经费上已经捉襟见肘的普京将会是大量失血。这次欧盟和美国像是商量好了，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就第19轮的对俄制裁措施呢达成了一致，计划是全面加强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限制，还把4家中国的石油公司列入了他的制裁黑名单，指责他们帮着莫斯科规避西方的制裁。根据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的声明，这一轮制裁就是要切断普京用于乌克兰战争的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具体措施就包括了在2026年底将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油轮舰队，新增了117艘影子油轮列入了制裁名单，总数现在已经达到558艘。我倒是有个疑问为什么欧盟要等到明年年底才停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呢？俄乌战争可是已经打了3年多了，一直大呼小叫，号称最支持乌克兰的欧洲各国，难道还要再等1年才心安理得的断了给俄罗斯输血吗？最有意思的是，普京可能是入冬了，冻得这个脑子不灵光，他居然在此时公开讲话，连欧洲带美国是一起骂了。Ведь помните, как-то про одного, не буду сейчас фамилии называть, про одного из бывших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своя собственная пресса писала, называла его пуделе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Ну разве не обидно? Но вот в таком же оби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по факту жизни находятся почти все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олько сказать об этом не могут. Ну, неприятно говорить об этом, стыдно. А здесь вот агресс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ссии, единый общий враг.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здесь объединяться и обслуживать интересы США. 有人可能觉得美国制裁俄罗斯被你说的好像有多厉害，那又能怎样呢？这边美国昨天才宣布制裁，今天连我都没有想到，中国的3大石化公司，也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外加一个中共军方的那个北方工业公司全资的子公司叫振华石油，同时宣布暂停交易俄罗斯的海运原油。那么双方海运原油的交易量有多大呢？中国现在每天透过海运进口大约是140万桶俄罗斯的原油，每天140万桶。那么为什么暂停交易了呢？很显然，这4家在中国是可以横着走的霸王级的公司，都怕了美国的这个2级制裁。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呢，更怕的是什么？川普几天前的威胁，如果中共国再继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将加征500%的关税。而被吓到的可不只有中共国企印度媒体透露说，印度和美国即将达成贸易协议，
印度的出口商品关税呢会从50%降到15%至16%，但条件是减少进口俄罗斯石油，还得允许更多的美国玉米和大豆进入印度市场。昨天，美国商务部和欧盟的这通制裁，紧张的印度国有炼油厂立刻就自我审查自己是否还有从相关的那2家俄罗斯石油公司进口的产品，确保别被误伤了。川普对拉美贩毒集团的打击力度就像波浪一般，是层层加码。在宣布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总统为贩毒集团首领之后，最近川普把枪口又瞄准了邻国的墨西哥。川普曾签署行政命令，将几个主要的墨西哥贩毒集团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其中就包括了像西纳罗亚集团，还有哈里斯科新一代集团等大毒枭。美国政府指出，这些集团不仅是贩毒还涉及了绑架、洗钱、恐怖活动，已经直接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些贩毒集团的行动相当于针对美国的化学战争，他们输送的芬太尼导致了美国每年有10多万人死亡。最近川普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已经批准美军使用像无人机等这种特战的计划，深入墨西哥的境内，清除贩毒集团。而在国际水域，美军连续多次发动致命打击。今天，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亲自宣布，美军发动了第9次打击，是针对一艘贩毒快艇，船上的3名毒品分子是全被击毙。而之前的类似打击总共击毙了几十名毒贩了。海格塞斯警告说，这种主动出击、一击毙命的打击形式将会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他说，我们将找到他们，消灭他们，直到美国人民面临的威胁彻底消除。而当记者质疑为什么不再采取之前的那种拦截逮捕毒贩的那种形式，而是直接轰炸，是否不够人道的时候，国务卿卢比奥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又干脆的回答。Well, I mean, the question is, bottom line, these are drug boats. If people want to stop seeing drug boats blow up, stop sending drugs to the United States. But does it matter if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se are all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The boat. Could you do a str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f North America? Well, that's a different matter. Now you're talking about a law enforcement matter.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re are people traveling on international waters heade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ostilities in mind, which includes flooding our country with dangerous, deadly drugs. And they're going to be stopped.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And in the case last week, you saw there was a submarine. It was a submarine. It was a submersible. That's a drug boat all the way through. We know what these boats are. The president just said it. We tracked them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e know who's on them, who they are,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what they have on them. If you're running drug boats, you're in grave danger. 最新消息，2架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重型轰炸机正在向加勒比海地区飞行，而且呢，从飞行网站可以查出来 ，B-1B 的飞行轨迹可是直奔委内瑞拉飞去，距离海岸只有50英里左右。这2架最新派遣的重型轰炸机被外界解读为是川普对马杜罗发出的最后警告。从美军派遣的登陆舰、登陆艇、海军陆战队等分析，此次战役一旦开打，就不仅仅只是空中的打击了，
而是包括登陆战和特种作战在内的地面战争。更有消息传出，最近发现了非常多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的 MV-22鱼鹰式倾斜旋翼机，注意看是这种，从波多黎各呢不断的从空军基地起飞，大批次的进行登陆作战演习。被军事专家认为啊，此次战役很可能呢是要用到这种鱼鹰战机呢，作为运送海军陆战队员进行快速近海登陆的作战。从录像上看，军用机场上呢有多架的战斗机，上空除了有10几架的鱼鹰机在编队飞行，还有海军陆战队的攻击直升机随行，成为难得一见的大型多机种配合的演习场面。好了，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就聊到这儿了。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啊，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愿意在资金上直接给我们支持，就更加感谢了。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